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过去常听到中国官员说过一句话，叫做"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就是出自于他们爱国电影，叫做《战狼》，而《战狼》也捧红了这位艺人，叫做吴京。吴京被称作中国的代表，中国的战狼，甚至叫做中国的队长。但是原本以为是什么？9月3号阅兵，原本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爱国情势最高涨的情况，却出现了异状。现在你眼前的这一只战狼，竟然被骂得跟什么一样？吴京被形容成叫什么？你根本不叫中国战狼，你叫做狐狸精，这也太奇怪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刻把气全部都出在了吴京身上呢？而这一件事情，连胡锡进都发现了不对劲。他是怎么说？他说，当下不少年轻人找工作困难，生活压力大，这代表什么事情？今天你一直叫我喊爱国，但是我连我肚子都没办法吃饱的情况下，我到底要怎么喊出爱国心呢？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为什么吴京今天会被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你要骂这个所谓的领导人，你要骂习近平，那可是会杀头的。所以我今天改骂你战狼，改骂你吴京。变相是我就是在骂你习近平，所以世聪现在看起来吴京也太衰了吧？曾经因为战狼一炮而红，我刚才形容什么？中国队长，大家想到就会是他。对，然后现在怎么样？你今天9·3阅兵有没有成功，或者怎么样？这前几天吴京成了全中国的受气包了。没错，9·3阅兵即将要展开。那照理说，这时候是中国民众爱国心最高的时候。那这时候往往都会推出这个吴京，吴京就是中国的战狼嘛，是中国的代表，中国队长。那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然后你看到哪里，到海外出任务，为中国打下了这个汗马功劳，他简直是中国的代表。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他又出了一个新的这个电影。照理说，以吴京的身价跟他过去的形象，电影应该卖得很好，就没有。这个电影卖得很差，6天就下档，不止6天下档，现在网络上大家骂他，因为什么？过去他叫中国战狼，现在变成什么？狐狸精，大家讲到狐狸精吴京变成叫狐狸精，对，大家骂他，一直骂他，不是队长吗？对，但是为什么骂他呢？事实上，这就是彰显了中国民众一个特殊的心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在网络上说，我就骂习近平，我就骂执政，骂共产党，不行。但我就骂这个吴京，骂狐狸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太多年轻人对现况不满，所以你看，连这个胡锡进都说，他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当下有不少年轻人找工作困难啊，生活压力大。那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9月1号不是中国刚推出这个社保要强制纳保吗？对，很多年轻人搞不好这段时间就没有工作啊，没有工作他不开心啊，他对现况不满啊，但是他想上网去骂习近平，想上网去骂党中央的时候没办法，那怎么办？我就骂吴京，骂这个狐狸精，用这样来发泄我对中国当下的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不是，我说吴京也太衰了吧？你说的这一部电影叫什么？再见坏蛋。对，8月22号，结果上座率只有1%。对，然后结果6天他就下来了。这6天他只卖了人民币26.7万，台币113万，这有卖跟没卖一样，他也太惨了吧？对，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看。他曾经在中国立下的这个记录，就是战狼的记录。战狼2的记录，你看，你看创下人民币56.9亿，约合新台币是242亿的票房记录啊。那当时被推上了神坛嘛，然后就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啊。你知道当时照你知道当时的这个很多中国民众他进去看，他还拿着国旗那边挥啊，拿5星旗那边挥，然后大家出来还在那边喊口号，犯我中华虽远必诛这样喊口号。那当时中国热烈的，就没想当时的这个战狼，2017年的战狼，现在变成是我在拍个影片的时候，照理说以吴京的身份地位来说应该不错，就没想上座率只有1%，然后当天的新片的票房只有26万，就没想大家都在笑。你看，大家没有支持他，就涌入大量的这个讥讽，还有这个嘲笑。你看黑哥们语言的是不同的，然后吃怎么一大堆，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吗？一大堆，你看。很多人大家都完全在骂他。你看这超级酸。他说不是说拿着中国护照可以从任何地方出来吗？那我们在缅北的同胞，你回不来吗？他要什么？他要去救援呐。是。战狼3只棉被救援，对，没错。所以呢，事实上大家反而在嘲笑他。照理说，我这个影片拍出来的话，应该以吴京的，你看他还在微博上面就是说，赶快大家来看啊，大家来看啊，就没想到还是影片这个卖座不佳，然后6天就下档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就讲，我们刚才不是说大家在笑他吗？那具体怎么笑？第一个，你看。因为他过去的这个在媒体上面采访过，在采访说我在拍《战狼》的时候，你看他说嘛，你死过吗？
我跳楼过，你跳过吗？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吗？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我野外生存人，我把人干了，你干过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你吃过吗？我能够这个坦克漂移，我能够开飞机，你会吗？你干了吗？讲了这么多，他过去的一些话语，就被他现在就很多人拿出来这个酷手他，你看就用孙悟空这样。然后酷手他，然后说我还差点死过，然后呢，什么坦克没有后照镜啊，枪炮不长眼啊，黑哥们的语言不通啊，这也太坏了，他把它变成这种孙悟空这一种，对，没错，那挂上吴京的脸，我跳过楼，你跳过吗？我让坦克压过，你压过，一大堆，大家全部都在笑他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是网络上大家完全恶搞他。那不止恶搞吴京之外，因为之前呢，吴京还曾经上过央视去采访说，我在《战狼2》上映的时候呢，当时怎样的状况，他就在那边摇头晃脑说啊，你知道这个拍片实在很困难，很困难。就没有现在网络上影片就很多这样，他当年有一点摇头晃脑这样的一个照片，他是原版摇头晃脑的照片，有没有？然后后来就开始把它渲染，因为他当时的这个感觉是挺骄傲，挺这个说你看我这拍影片多难，就现在变成一大堆表情包，你看。接下来全部都是发型是要酷炫的，完全都变成不一样的，就不一样。然后各种剧情的这个状况，发型师就说：“我可以染头，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拉直的。”然后很多各式各样的酷手影片全部都出来了，就这样。然后就很多人就用什么发型师带入啊，用很多剧情带入这样一个状况，全部都在笑吴京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你就知道事实上，为什么网络上会这样？我就说，好像集体在渲染吴京。那某些程度来说，就是把我现在的现况。跟吴京结合在一起，然后抛在影片上面，反正你不知道我要骂的人是谁。实际上我表面上是骂吴京，但是真实上我要骂的就是中国的当局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大家都在恶搞他。实际上我说年轻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赵，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说白纸革命？我要反抗我白纸革命之后，中国会不会抓你？会。那有段时间不是还流行什么夜骑？中国也会抓你，对，那你怎么办？你现在怎么办？我就恶搞吴京啊，我就发泄在吴京上。吴京这样，你要怪吴京吗？对，吴京，我们恶搞他，你能怎么样？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实际上真的，而且不只是说吴京的这个整个氛围完全不变，变成狐狸精，大家好像瞬间不爱国。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因为最近93的这个所谓阅兵大典，是因为抗战胜利嘛，80周年嘛，哈。那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中国这时候有一个爱国的影片也上映了，这个叫做南京照相馆。对，好，那南京照相馆在拍什么呢？在拍所谓南京当时的这个日本有大屠杀嘛。当他进来之后，他们很多人躲在这个照相馆，然后那种故事，然后把当时的这个南京的这种状况拍了一遍。照理说这种在93的时候，然后11也快要到了，照理说应该卖座非常好。为什么这样想？你看。中国的卖座第一名，现在还是长津湖。长津湖就主要是抗美援朝嘛，那个冰雕连完全在要准备打这个美军的时候，冻成冰雕，然后冻成冰雕的时候，美军看到他们说冻成冰人，还上来跟你敬礼讲的哇渲染成这样好。那第二名是战狼嘛，对。那照理说，这个南京照相馆应该卖的不错啊，你这个应该是照理说，现在跟日本的关系怎样，就应该卖的很好，就是就没想到才卖多少。才卖29.6亿，不是？你说根本才1/2，对，就腰斩啊！那腰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看香港媒体说什么？他说：“哎呀，在抗战80年前夕呢，很多抗日爱国的这个题材，在这个网络上引起热烈讨论。但是有人说什么？有钱人早就去日本旅游啦，穷人才去电影院接受仇日教育。”所以他们讲得很真实啊。这一些原本会去电影院的人，原本是被洗脑，现在中国的人民醒了。对，没错。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醒了。不是，他们就有钱人。我就说有钱人会去看这种电影，不会，他们还是照去日本玩。爱日本的去日本玩，那没有钱的，就是反正我没什么消费，我去电影院一张票没多少钱，我去看。所以那些人都是这样。那因为很多人在网络上讲就没有微博社区的这个官方就说，改变多名这个你攻击爱国题材的这个电影，我就把你删除掉。这样一个状况，你看，那你看人民网说什么？这个电影艺术可以讨论爱国情感不能够亵渎这样一个状况。那为什么？因为有人就说剧情漏洞是观众的权利啦，然后用爱国税割韭菜来污名这个标签，就是很多民众就说，你这个就是爱国税，我们要缴爱国税，我们去看这个影片就是爱国税，为了爱国才要看这个影片，然后你要割我们的韭菜，就被网络上来跟他说，我人民网来说，你不能够这样讲啊，爱国情感不容污蔑，所以就是这样啊。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现在都不听你的话？因为很简单嘛，我如果现在生活过得好，我可以去看电影，我可以爱国。但问题是现在我的肚子太扁了，我根本饿肚子的时候，那我干嘛爱国呢？所以你看胡锡进就说，
的确，如今的情势与《战狼2》的爆火有一些变化。当下不少年轻人找工作困难，生活压力大，部分分散了围绕战狼精神的这个激情凝聚这样一个状况。对。然后但是他说，如果是这个爱国主义，他说不是退超，但他认为是因为不少年轻人找工作，生活压力大，分散了这个战狼精神的这个凝聚的一个状况。所以当然这是胡锡进的解释啊。而且胡锡进直接讲非常白，年轻人工作困难，生活压力大，分散了围绕战狼精神的激情凝聚。对，比方说什么，我连我都吃不饱，我还跟你这边喊爱国，还在那边喊战狼，我都没力气了。照理说应该把他的文章封掉才对啊，他居然这是最该封的，他讲了大实话，他居然讲出这样实话。好，那为什么讲出这样实话？因为很多民众，中国民众有些还是可以翻墙看，对不对？到海外看很多节目，甚至来看我们关键是很多人嘛哈。那我们就讲这样翻墙出去，他们看到什么状况？看到更不爽，因为什么？这几天不是办这个上合组织吗？对。那上合组织来说啊，习近平不是说，我们今年要向这个成员国提供2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然后要增发100亿的这个贷款。那很多人翻墙过来看，因为中国可能没有报道这些，他们看了之后，这怎么回事啊？你看，这网友就说他前面是骂脏话，然后一边是经济下行，养老金被挪用，一边几十亿、上百亿的援助，那这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汉奸。你看，百姓是做了什么念？他就是想让百姓活不下去。而且你看到这些都是中国网友特别翻墙，对，他看完之后。想说你习大大到底做了什么？对，他直接讲很白，他说中国百姓叫苦连天，人民的退休金缩水，灾区的民众得不到救助，却不看得民脂民膏源源不绝的往外流。你在做什么？你的大公鸡，我们都快饿死了。对，你看他说了，说实话，真是没钱了。原来宣布对外投资都是大国战略，1000亿起步啊！你对我们说没钱，但是要1000亿起步，然后要我们过苦日子，那个海外的这些来一下跟你这个勾肩搭背，你就几十亿给人家，所以很多民众都觉得不能够接受。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因为说真的，普丁这次来他就说了大白话，他说：“我们主张发行这个联合债券啊，支持建立我们的支付系统、结算还有存款啊，还有成立联合投资银行，这个都是要谁买单？这个当然要是中国买单。对啊，那为什么他要用什么债券？因为现在俄罗斯要发钱啊，要发债券去拿钱很困难，所以就说，那我们上合国家，我们组成一个组织，可以发这个债券，而且发这个债券我可以拿到钱嘛？他也太坏，他知道什么？卢布在世界上没人要用啊，人民币还有人要，对啊，所以我发债券，是你今天中国你来处理，是没错啊，我就来享福利就好了，我绑在大家的国家里面，我就可以这个享受福利嘛。所以你看他其实很精明嘛。那我就跟他讲，如果假设他的这个说法成立的话，一定是中国买单啊。好，那中国你看中国投资那么多，我们更不用讲，上次亚投行他也投资了400亿，这次你又要成立这个所谓上合联合投资银行，那你要出多少钱啊？好了，我们看。对这个中国，如果说你真的有钱就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最近中国刚好这个建设银行、交通啊、农银行，然后工商银行还有中国银行，他们刚好公布财报。那公布财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目前为止的消费违约率上升，还有利差下降。简单来说，消费的这个所谓违约率上升，就是有人还不出钱来了。对，还不出钱来的意思是什么啊？我可能当初刷卡消费，但是现在要我还钱，我不急这样的，你看上升。所以目前为止，紧接下来的话，你看。一般民众已经开始还不出贷款，那告诉你经济真的下行的讯号相当明显。你看它这些银行是低于业界认为维持合理获利能力所必须的1.8%，代表说什么？他们都没有到门槛的。对，没错，就是也说他们目前的获利状况不好。那为什么获利状况不好？因为目前为止我贷出去的钱呢，利率都不好嘛。所以我跟你讲，中国经济我们从很多层面看出来，的确是面临到一个下行的风险，而且下行的趋势似乎短期还不会改变。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对于吴京来说，我就是个受气包，我认了。为什么认？因为现在全中国人、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人部分，我今天不爽，我没办法直接跟中国直接来叫板，不能跟习近平叫板，所以我只能把气出在吴京身上。但对于中国来说，我明天要阅兵，这面子比什么都还重要。我的爱国心我要激起来，对民族意识我一定要激起来。就他们现在各出奇招，出奇招到怎么样？来，导播，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现在开始去卖弄仇日，卖弄仇日。你看哦，这是中国的军人牵了一条狗，
狗上面竟然是日本的国旗，这太羞辱了吧？那赵和，我们讲，当一个国家啊，它必须要寻求极大的外侮，在没有战争、在没有任何冲突状况之下呢，刻意的找敌人，那代表这件事情，它内政出了很大的问题，而这个帽子就扣到日本头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中国呢，法西斯80周年抗战纪念，大家都知道，但其实这场战役，照我们平心而论，明明当时中华民国呢，我们的国军死了300多万人，而呢将领死了200多位啊，中国共产党呢只死了2位哦，所以换言之，他们死的跟我们的比例超过10:1，上根不是他们打的，结果现在他们比我们还气，气到不行，不知道在气什么。来，他就直接把日本呢，我们讲的昭和天皇哦，我们讲的这个裕仁天皇的照片的影片的影像。一个拿出来做 AI 的制造，就是这个。对，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照片是在讲什么呢？他就在讲说，哎呀，昭和，为什么叫昭和呢？因为招了原子弹，这个叫做昭和哦。他在讽刺日本当时呢被投下原子弹，甚至是呢把这个裕仁天皇的形象呢故意把它弄在像地上一样，说，哎呀，日本人就是狗。我们跟各位报告哈，这都是由中国，包括共产党。包括中国的网友，他们所制作出来的影片，但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不伦不类。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在抗战时期，死伤是我们中华民国在死，你给我在气什么？你那时候不是跟我讲说1分抗日呢，两分应付呢？我们讲7分求发展吗？对不对？那这问题是再来第二件事情，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你大幅度的对日本进行攻击，日本进行嘲讽。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嘛？因为搞到后来，你看哦，这是日本的官房长官林芳正直接出来讲了，说请考量一下哈，这个 AI 影片行为不妥啊，日中关系不良影响，要求中方迅速的进行相关的处置。林芳正还算讲话很好听，你看哦，他上面的字幕写什么？他写麦克阿瑟将军训狗的珍贵影像，我是日本的大低狗。这哪里行为不妥？这太夸张了。对，所以赵和他做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呢？就是要刻意挑起对日的仇恨。那你说林芳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呢，也不敢太含扣呢？因为理由很简单，第一个，日本是战败国；再第二个，日本当时确实是有南京大屠杀这些暴行。但我再讲一次。关你中国，我们讲共产党什么事啊？这当时是中华民国的，所以照了这个时间他做这个2个目的嘛，一个就是要剽窃这个史实，变成就说哦是我们共产党打的哦，跟你中华民国跟你国民党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我讲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在第二件事情，他故意把这个仇日去掩盖。我们刚才讲了嘛，有社保，有国内经济一堆阿里阿扎的烂问题，内政到不行了嘛。所以你知道吗？他这个话，日本网友一发之后，中国更变本加厉，开始什么跳热舞的也来了啦。昭和男孩也来了啦！你知道中国网友怎么说吗？哦，终于发现 AI 最好用的地方了。他们现在全部都上头了。但各位，你如果看到他们对于教科书以及史实的篡改，你就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这是一样哦，中央我们讲的中国的，我们讲 CCTV 哦，他丢出来，央视丢出来的哦。开学第一课，铭记与奋斗。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讲什么？他就是说，来，同学们，我们必须谨记抗战80周年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现在请来当事人，为什么？怎么会有当事人可以请？结果呢，他把3个中国人解放军叫来台上，然后你知道来台上之后，我看了之后我都傻眼，你知道为什么吗？那3个看起来年纪比我们2个都还轻啊，都30几岁而已嘛。这年轻人，你懂什么抗战啊？然后开始跟底下的讲说，我们当时抗战时候多么流血、流汗、流泪哦，讲的好像是共产党打的一样。你少来这一套好不好？你那时候都在给我鬼混。然后讲的我们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哇，台下的学子呢都为之动容。所以这个是小学的第一课，你看到下面全部都是孩子，他们除了用 AI 来羞辱日本外，现在第一课直接跟大家讲，我们抗日怎么样去抗的。这从小就是洗脑了，对，就是要洗脑教育，而且呢，你看啊，连课本都改了。2025年最近才修订哦，他趁着80周年打铁趁热哦，新增了抗日战争史。我就请问一下哈，你中国建国也这么久了哈，为什么之前都不建啊？你不是也70几年了吗？哦，代表一件事情嘛，你自己的心虚嘛。那你现在才跟我讲要篡改史实，变成说啊，当时是全民族的作战，中国共产党是中流砥柱，个屁哦！他说他是中流砥柱，少来给我这一套，然后开始跟你讲说战争全部都是他们打的啦，都是靠他们获胜的啦。然后你看哦，包括跑去什么相关的抗战纪念馆，然后你看一个军人这边我们要针对我们这些我们讲阵亡的将士呢感到致上我们最哀悼的之意，要去敬佩我们这些牺牲性命、流血流泪的换来中国如今完整领土的这些英雄。少来这一套哦，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但是赵和啊，你知道可怕到什么地步吗？
你国与国之间，你说包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去争这个当时抗战的主导权，因为历史本来就是成王败寇。现在呢，中国共产党呢，我们讲在那块土地上，所以他要去声称，他要去谎称，他要去编造故事，那是他的权利。但是呢，他们更可怕的是要去洗脑小朋友。你知道我们刚才是不是讲一部片叫做《南京照相馆》？对，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南京大屠杀。他讲说当时南京大屠杀，日本兵多么残忍啊，多么粗暴啊，去虐待我们中国人，残杀我们中国人。但是你知道他给谁看？5岁的小朋友看。你看这个小朋友龇牙咧嘴的，看到这个我都傻眼了。他给一个小女孩看，然后你看小女孩一直哭，我要把日本人都杀了，我要杀了日本人。因为他就给他看那种非常仇日的电影，你知道吗？从小培养这种民族情绪。然后这更可怕的是什么？赵恒，你知道吗？不是只有这个小朋友而已。后来还有大量的小朋友回家之后，因为他们本来买了很多奥特曼嘛，大家知道咸蛋超人，他开始撕，一张一张撕，我都不要了。对，而且我跟你讲，这根本不应该给小朋友看的影片，那根本分级的不合规，大家就故意这样子撕啊撕，他说我全部都把它弄毁，甚至是呢连衣服都我把身上的衣服给脱了丢掉，然后拍影片，去助长这个，甚至呢还有一个小朋友更粗暴。还有实际上的行动，他就拿着手上所有可以拿的给息，从盘子到垫子，你知道他在打什么吗？知道打什么？他打日本地图世界地图上的日本你看他要拿椅子去砸。对，因为他要消灭日本。看完这个，我心想说，你中国好歹是泱泱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结果你玩的这一套，你知道这一套是什么吗？是哈马斯在玩的。我们之前讲过说，这个哈马斯也好，或者是说一些恐怖组织也好，会有这种山寨版的米奇。就你中国搞这个东西，然后说现在要去仇日，所以很显而易见的嘛。我最后只有2个字做结论：急了，肯定是内政出大问题，才需要在外部找到出口。石头，为什么叫做内政出问题？没有钱嘛？我们刚刚讲没有钱，但我们昨天才跟大家提到，现在的中国是2种经济，一种经济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没有钱。第二种经济是什么？你股市也太高了。我们在讲，你93的阅兵前夕，你又涨了之后呢，你的寒武纪你又喷起来了，我就觉得奇怪。直到你跟我说，我才懂了，原来是要这样看。他现在搞的是什么？就跟10年前2015年的模式一模一样。没错，2015年也是在这个阅兵前，股市直接冲了起来，但是2015年冲起来之后，后来就是一路的割韭菜，一路的暴跌下去。暴跌下去后，当时还有人可以出来救，那个人叫做李克强。但现在过了10年了，2025年了，现在还有人救他吗？对，没错。事实上，中国股市最近不是在涨吗？但是我跟他讲，中国股市有时候你要看政策面怎么走，就是共产党政府要做庄，他是庄家，他怎么做法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看他过去怎么做。2025年来说，今年呢，跟2015年10年前非常非常类似。我跟他讲有什么类似？2015年就是这一年，股市也在涨，对，现在股市也在涨。在那一年有做什么事？那一年有阅兵，10年前的阅兵，那一年也有阅兵，所以今年也有阅兵。对，好，那还有第3件事是什么？当年呢成立亚投行，今年要成立什么？上合银行。所以呢，3件事都完全都一模一样。你想说，那这接下来中国股市怎么办？我想中国民众要真的非常小心。为什么？第一个，为什么他们最近会涨？你看，这个是他们的财经杂志说，怎么对标美国西方的科技巨头，我们需要一个科技牛市来为中国的一流科技企业加油输血，这是一场国运之争，更需要更多的投资者为之努力，为之买单。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民众，你给我买单，买了就对了。所以它是什么？买股抗美。对，没错，简单说就是这样。那你说民众会不会买？很多有钱人或许会买一点点嘛，因为股市真的是涨了嘛。那我跟你讲，怎么样民众才会进来？就是涨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这个心痒痒的。所以你看，2015年也是这样啊，就一路涨到最高点之后，泡沫就一路暴跌，几乎又跌回原点。那所以这一次呢，你看这次目前为止，散户来说没有很大规模的入场。那外资来说，外资其实持股的比例大概也只有7.4%，并不高。那到底为什么会涨呢？因为很简单，有2股力量，一个就是这个银行有钱，他把钱放到这个投资理财工具上面。另外第2个是什么？融资。其实融资某些程度来说，就是他们的散户啦，有钱的散户现在开始进场。你看有钱的散户现在融资已经2.3兆人民币哦，比当年的这个历史新高的时候2.12兆还要更多。所以等于是说，现在这个价位没有当年高哦，可是它的这个融资已经创了历史新高。那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现在市场是的确有一点点过热的这个迹象。所以就到市场目前为止来说，中国我们不能说一定马上会回跌，但是有过热迹象。好，那我就讲，
当年呢，照你知道当年暴跌的开始哪一天？从哪一天开始吗？从6月多那时候呢，你知道习近平宣布什么？亚投行成立了，那一天就开始狂杀之后就一路跌。那时候的中国股市非常有意思哦，那时候冲到约莫是5000点，快要到6000点，还说中国股市会创下5361.5点的这个新高哦。照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点数吗？因为1953年是习近平的出生日，然后6月15号是他的生日。真的假的？真的，当时热闹成什么？还有这一种的数字。当时还有一家这个中国的券商叫做国泰君安券商上市，所以呢，他们就会玩这种把戏。所以呢，他们当年玩的是这样，那就拱过头之后呢，为什么被杀？因为当时就有人要给习近平难看嘛，谁给习近平难看？当时就是你看当时的时候，你看中国股市危机，然后李克强动怒，他回来，他当时李克强是在这个俄罗斯访问哦，他还兼程的返回来，然后就说要暴力救市哦，暴力就是说，喂，到底谁在放空？我现在，而且他还进驻到这个中国的证监会、证管会去哦，他要这样的哦，就那当时的股市呢，的确因为他没有跌得那么惨。就那后来呢？你看这个是朝鲜日报的报道，这个《明报》的报道，他说什么？他在见这个俄罗斯普丁的时候就说，暴力救市绝对不是我的 idea。所以他意思是什么？他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的意见差异，就是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两个就有不一样的差异。可是问题是，当时李克强是帮他救市，如果没有救市的话，搞不好中国股市会跌更惨啊。对，那也因为有救市，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不懂这些，他对经济议题他其实并不是很了解。当时是派给李克强去做。所以李克强就说：“我要暴力救市。”他认为只有暴力救市才能够把股市拉起来。所以你看到是从你刚刚讲暴力，而且你讲动怒，他到底是有多怒？来，我们看到他说中国救市几星期没有见效，网络传说李克强动怒，而且里面什么中央救市会议出现相当激烈的争议，甚至呢，他下面讲说。你们回家挤奶去！我要暴力救市。对，讲出这一种话。对，当时内部有不一样的意见嘛，那不一样意见他就暴力救市。暴力救市来说的话，照那的确让当时的中国股市呢经历过，他因为他救市之后的确有弹起来，但是问题是在太多人，因为太多人被套在上面之后，又一路往下冲的一个状况。好，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暴力救市怎么救呢？你知道后来呢，习近平就发现到说，李克强的暴力救市或许是对的，因为有人要跟我对干。那后来他就说什么？中央就把这一次当时2015年的变成是此波股市猛升猛降为一场金融犯罪行为，所以他开始抓人哦，他抓了一个叫做724的这个专案侦办队哦，然后抓了什么私募一哥上海的这个徐熙私募的这个徐祥和，还有巨富南天生号的这个深圳这个富盈基金的这个李建林两个同伙，然后最后直指到明天系哦，就肖建华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他们是当时组了一个724的专案队，对，专案队结果一个一个杀，对，还真的有人在搞习近平啊，真的有人要搞他，所以你知道，所以李克强的暴力救市当然是对的。好，那你看。那当时我不是说吗？亚投行成立啊，亚投行当时就是成立这样一个状况，就在2015年的6月29号，6月29号大概约莫在这个位置，就是它成立之后开始一路的这个股市暴跌啊。那好，那所以我在讲，你看时间就是这么的有意思哦。2015年的这个你在这个宣布成立这个亚投行的时候，股市开始跌。那现在你要成立什么？你要成立这个上合银行，然后那一年呢，刚好也有阅兵。好，那一年刚好也有阅兵，那一年的阅兵图像在这边，你看那时候的李克强在这边，普丁在这边，然后当时还有江泽民，这是2015年的阅兵，今年刚好又有阅兵，然后今年的股市呢，刚好又是一个牛市，跟当年的牛市又非常类似，所以跟你说，如果你看了这么多巧合的地方来说，会不会发生跟10年前一样的剧情，我们不敢讲，但是呢，我们就慢慢看，会不会历史就真的又再重演一次。玉峰，现在对于习近平来说，9月3号的这个阅兵比什么都还重要。为什么？他找来了普丁，找来了金小胖，他就说我要跟美国你开战，我有底气。尤其我军事上面，我 AI 也是。之前不是已经讲了吗 ？H20，我中国就是不要用，我就是要用华为的，我就是要用什么？我就是要用阿里巴巴的，而且我阿里巴巴能够去取代你的 H20。结果现在出大事了，为什么出大事？《华尔街日报》直接报道一件事情：你今天阿里巴巴出了一个晶片，但是你的确不用辉达的 H20，但是你今天还是用辉达的酷达，你用酷达，等于是你现在完完全全还是在辉达的生态链里面，永远都逃不出去的。Wall Street Journal 讲了一件事情，阿里巴巴它直接跳出来，我自己做晶片。可是呢，它做的晶片呢，不是用来 training 的，不是用来训练的，是来做推理的 inference 的。
这个东西弄出来之后呢，大家就想说，那你阿里巴巴在搞什么鬼？你仔细看下去，你会发现阿里巴巴他想的事情非常简单，我一样用 NVIDIA 的系统，我在 NVIDIA 的晶片还没到之前，我自己先想办法弄一个比较低阶基本的，我顶上去。如果有一天政策改变，我还是可以用 NVIDIA 的时候呢，我马上就可以把 NVIDIA 的 H20买下来。所以从头到尾，华为有没有人要用？没有人要用。就算是你降价，也没有人要用。就算是你必须要配合政策，阿里巴巴有没有买？其实他买了。对，买了却不用，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第一个，你华为可能是我以后云端预算的一个对手，我不可以用你的东西。第二个，你的东西就是不好用，所以呢，大家宁愿花了钱买了，囤着没关系，想尽办法，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熬过这段时间。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以后用的什么，还是要用 NVIDIA， 因为 NVIDIA 不是只有一颗晶片而已，它的系统你永远是无法逃离它的系统的。好，那你现在来说的话，中国大陆要怎么办？要怎么拿到 NVIDIA 的晶片呢？他们竟然有了他们自己的一套 SOP。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 Nasus 的一个总编，他就说呢，他叫 Jesus，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YouTuber， 他专门讲这些晶片的一个历史，还有最新的消息。他说现在来说，美国虽然说你 H20可以卖了，但是中国却不可买。好，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官方是禁止的哦。可是民间有没有需求？民间是有需求的，所以呢，这个 Jesus 呢讲出来了一套大家是难以想象的。原来台面上面禁止的 NVIDIA 晶片，在台面下却是流通的异常顺畅。你是说它底下有个黑市一条龙？黑市一条龙。好，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要买 NVIDIA 的晶片，原则上是禁止的。可是呢，你知道吗？它在影片里面出现了一个报价单，而这个报价单，很多台湾的民众，像是我们都6年级生的，应该是相当的熟悉。这像什么？这就像是我们多年前，我们还在高中、大学要去组装一台个人 PC 的时候，去哪里？去光华商场。对，你在华强北，你也要拿得到。你在这上面所有的一个晶片、GPU、显卡，全部都是被禁止的。你在官方账面上的话，你是不能买卖的哦。对。可是你在这里，一个一个报价清清楚楚，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卖给你。都买得到。所以民众还是民间，他们真的是有需要的哦。然后呢，他们用来干嘛的呢？告诉你说，你要第一个有货源，再来有 plug， 有人收购。货源是什么？以前你在美国念书，你最后毕业之后呢，你要带一台什么？带一台美国的轿车回到台湾。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个额度的，就是你可以一人带一台。但是呢，现在大陆的留学生他们想要带回去的不是美国的进口车，是什么？晶片。就是晶片。就是你看到这些画面，这些画面不是在美国拍的，这在华强北拍的，上面都有你现在不能做的5060的这些显示卡，全部都有。你就用一个什么蚂蚁搬树的一个方法，慢愚公移山，每个学生带个1片，带个2片，带个几片，把它带回来，慢慢的带回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找到收购者，而收购者呢会想尽办法帮你送进去。其中有一个特别的点是，你不一定买到完整无缺的晶片，什么意思？有一些都有一个叫什么落差的，就是你的晶片是有问题的。你说有些 NG 品，没问题 ，NG 品你一样带回来，因为你后面我们会讲到，你只要有货我们就收。好，你带回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转卖，而其中台湾在这里面竟然有角色叫 middleman， 叫中间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如果你是用科技公司的名义，你要去跟美国买，大家的警铃就会大作喽。那我们就要想办法绕嘛。有些时候绕去哪里？绕去新加坡，有些时候绕去马来西亚。对。其中有些时候，竟然绕到了我们台湾。台湾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里面很多台湾、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澳洲。泰国都是被点出的中间商。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有科技公司，我们表面上面我们是要跟美国进口这些，比如说 Blackwell 这些东西进来之后呢，我们要来做测试、做研究，然后呢，我们要分析你的效能。我们是一个学术单位，可是呢，这些东西都是做样子的。你这些东西的数据有没有？网络上都拉下来了。重点是我们用研究的方式把这些东西进口之后，我们是就有货了。对，有货之后就往中国大陆转。
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中呢，我们在讲说，你看到这张对话没有？这张对话其实就是淘宝的英文版。你去买入网络买中国大陆东西，都会告诉你亲什么时候可以交货，你就把它改成英文版 Dear， 他就告诉你说现在来了 ，This one we have good price now, dear。就是这个亲，我们现在有货了 ，Breakaway 6000，你要不要？什么时候最慢可以交货给你？他就告诉你 9:30 早上9点半，好不好？可以的 ，OK dear。你会觉得他们的英文都非常非常的直觉啊，感觉上就是单字。但是我告诉你，英文单字只要能够沟通就好了，重点就是要交易。好，那我们刚才跟你讲了，你在这些东西买卖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办法说享有客服。你有货就好了，因为你很多时候啊，你买了像这一种显卡有没有？对，你甚至不能够整包带回来。为什么？整包带回来就会被抓嘛。所以呢，他们会分拆，分拆之后呢，有些掉漆的，有些有问题的，他们竟然有工程师可以维修。所以根本因为他们是为了说什么？如果我要再送回美国，那就完蛋了。对，所以没有想到他们厉害到，尽管拿了 NG 品，尽管它后面有坏掉要维修。连维修的一条龙也有。我们以前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有时候为了拿到晶片，你要干嘛？以前要去买 PS4， 为什么呢？你每个 PS4 都有一台晶片，你就拆出来用就好了。现在来讲，这个已经不是以前的故事跟笑话了，现在是真实的。你就买过来之后呢，我把重要的零件给带出来的时候，你在运送过程中，你可能会有问题，你可能会有一些损伤，没关系。科技厂商流出来的工程人员可以直接帮你维修，直接帮你把这个产能给拉出来，反正只求有货。那重点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很多人愿意帮他买？你想想看哦，你这些代理商来说的话 ，NVIDIA 的这个4090这些显卡大概是$2000，$2000有人会帮你出钱，而你帮他拿到之后呢，你一个可以赚多少钱？$300，$300是多少？100美元大概$3000，$300大概就是多少钱呢？1万多块。你想想看，这是一张。如果你可以多带几张呢，或者是你可以想尽办法从朋友、从亲友来的话，这是一个蛮好赚的一个事情。那说到底，就是现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自己弄出这些晶片？不能吗？如果你有办法弄出晶片，你有需要这样子慢慢搬吗？你就是没办法嘛。我们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是一个高盛的报道，高盛直接告诉你说呢，现在中国落后了20年 ，behind the Western technology， 在西方的科技来讲的话，尤其是 EUV、DUV 这些状况，你落后了人家20年，20年怎么来计算的？其实是你用制程就可以看出来。这张大表我们简单来告诉大家，在这张表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先不要看，我们先从7奈米开始来看，好。这边是成熟制程，65奈米、28奈米是成熟制程，也就是联电他们在用的。7奈米、5奈米、3奈米，还有 Below 3奈米就已经到 High NA 的部分喽。好，1奈米以下了 ，EUV、DUV 这些 High NA 这个东西来讲，西方世界尤其台积电已经做到非常熟悉了。而中国大陆现在在哪里 ？China Currency 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你往上去看是65奈米。中国大陆的这些博主告诉大家说 ，EUV、DUV 哪有什么了不起？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个投影，没错，它就是投影。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投影到7奈米、5奈米、3奈米，跟 High NA， 这都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你要拿到一片 NVIDIA 的一个显卡，那才是最困难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